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生物都能飞，为什么人类没有演化出翅膀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人为何不能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很多人可能幻想过自己有双翅膀，可以像鸟类一样飞上天空，想要去哪就去哪，不用受到时间的限制，也不用忍受塞车之苦。那既然飞行那么的棒，为什么人类没有像很多的动物一样演化出翅膀呢？英国的演化生物学家理查·道金斯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做《异想天开》的书，他用科学以及生物学的角度介绍数百万年来动物的飞行演化，以及人类试图模仿动物想办法对抗地心引力的各种方式。那到底为什么人类没有翅膀？如果人类要飞，可以怎么样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记不得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能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3餐外食、没有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呢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的类型与烹调的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而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的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外食减重学好评开课喽，限时的优惠呢是75折，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STAYFIT77 还能够再折500元，赶快一起加入吧。在讨论人类为什么没有翅膀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自然当中会飞的生物究竟有哪些好处。首先，飞行最直接的好处应该就是快速移动了。当动物面临食物的短缺，飞行可以让它们快速的移动到其他的区域，甚至是非常远的地方觅食，让它们更有机会活下来。像是北极燕鸥，它是目前已知移动距离最远的候鸟，每年它都会随着季节往返北极与南极，一年的飞行距离长达了38000公里。再来呢，飞行也能够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像是老鹰这种以猎捕为食的鸟类，它们呢会透过飞行在高空当中大范围的搜寻猎物，增加捕猎成功的几率。同时，飞行也是逃离地面掠食者最快的方式。即使像是孔雀这种不太会飞的鸟类，也会为了逃离掠食者，努力的拍动翅膀，让自己在空中移动一小段距离，逃到安全的地方。除此之外呢，拥有飞行能力的鸟类，它们也会选在掠食者不易到达的树上筑巢，甚至呢，山指鸥会为了躲避掠食者，还会把这个巢穴盖在危险的峭壁上面，大大提升了它们后代的存活率。那既然飞行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有些曾经会飞的动物却在演化之后失去了飞行能力呢？作者认为原本会飞的生物在演化之后放弃飞行，主要可能有2大原因。第一呢，可能是翅膀不实用。举例来说，工蚁跟蚁后它们具备同一套基因，可是工蚁却不像蚁后会长出翅膀。作者分析这是因为工蚁要长时间的在狭小的蚂蚁通道当中穿梭，翅膀会妨碍爬行，同时也会妨碍它们工作。那除了工蚁，有很多的鸟类也在演化之后飞不起来，像是鹅鸭子以及某些的鹦鹉。目前在全世界有超过60种的鸟类不会飞。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对这些鸟类来说，使用翅膀不符合经济效益。作者观察到，这些不会飞的鸟类呢，早期多半都是生活在偏远的岛上，可能表示这些鸟的祖先原本会飞，但因为飞到了一个食物充足、没有掠食者的岛上，它们呢就不再需要透过飞行来觅食或是逃跑。所以如果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角度来看，翅膀长得比较小的个体在岛上的生活，可能就会比那些翅膀大的个体来的相对成功。因为它们不需要把太多的营养分给翅膀，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整理羽毛，它们可以把时间跟精力都拿来养育后代，而它们的后代也遗传了比较小的翅膀，渐渐的翅膀就在演化当中退化了。像是摩里西斯的渡渡鸟，虽然是飞鸽的后代，但因为飞到了没有地面掠食者的岛上，翅膀就慢慢的失去了用处。那从以上讨论呢，可以看出演化在飞行当中扮演了重要的关键角色。但如果先不考虑演化的规则，人类要飞是有可能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飞行需要哪些条件。作者认为呢，有利于飞行的条件主要可能有2个，首先是体型，体型越大，飞行就会越困难，因为重量也会跟着变大。举例来说，一个正方体如果长宽增加1倍，体积跟重量不只增加2倍，而是会变成原本的8倍，所以体型越大的动物就越飞不起来。再来，表面积也很重要，表面积呢可以捕捉空气，帮助飞行。但同时表面积也是双面刃，因为增加表面积的同时，也在增加重量。
而且如果表面积增加的幅度没有体重来得多，那也会飞不起来。所以鸟类为了要减轻重量，骨骼不但是中空的，体内呢还有9个气囊分布在各个位置。同时，它们还透过收放自如的翅膀增加飞行的表面积，但尽量呢不要增加体积。作者分析人类如果想要像鸟一样飞，可能就会需要非常巨大的翅膀。很多人可能都看过爱神丘比特，它白白胖胖的身体背后呢长着小小的翅膀，看起来稍微可爱。但可惜的是，人类如果要能够飞，这个翅膀根本行不通。作者说，要计算人类的翅膀实际需要多大并不容易，因为人的身体造型跟鸟类不同，而且翅膀在拍动时会随时的调整角度以及形状，这会造成不同的空气涡流，需要相当复杂而且精密的计算。不过，我们可以拿已经绝种的阿根廷巨鹰来稍微的比较一下。阿根廷巨鹰的重量呢，大概是在80公斤，跟成年的人类男性差不多。根据估算，阿根廷巨鹰的两边翅膀面积大约有8平方公尺，差不多呢就是2张 king size 的特大双人床的面积。不过，作者也强调，阿根廷巨鹰的骨头是中空的，80公斤的体重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翅膀。所以，人类如果想要一对可以飞的翅膀呢，实际上可能会大到难以想象。等等，那如果没有办法减轻体重，增加表面积有机会吗？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作者分析蝙蝠呢虽然靠着手脚之间的翼膜增加表面积来代替翅膀飞行，但主要还是因为它的体重很轻才飞得起来。其他体重比蝙蝠大的这些哺乳动物呢，像是飞鼠啊，或是无猴，它们也有翼膜，但大多呢都只能够从高处滑翔到低处，不是真的可以飞。所以说到底人类如果想要飞，恐怕呢还是只能够靠着人造的飞行装备跟机器才比较可行。不过作者认为这个方式其实比动物的翅膀或是翼膜来得更有优势。就拿飞机来说，人类的第一架飞机呢是在1903年由莱特兄弟发明，当时飞行时间只持续了12秒，而且飞行距离只有37公尺。但到了1969年，只过了66年，人类就搭乘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陆月球。相较之下，动物演化出飞行能力可能要耗时好几百万年才有今天的水准。比如说，世界上面飞最快的动物游隼，它们可能要在很久以前先有一只游隼偶然间发生突变，得到飞很快的基因，比同类更容易的捕捉到猎物，才有机会将基因延续到下一代。然后又经过好几代，可能又有另外一只游隼长出了些微不同形状的翅膀，让它比别人更不容易失速。于是好基因又这样子传给了下一代，就这样子经历了众多世代改良之后，才终于造就出了今日的飞行高手。此外呢，人类在发明这些飞行装置的时候，也比动物演化来的安全很多。人类呢，可以先利用白板或是电脑先草拟这个构想，再打造出原型机测试，并且快速的修正。就算构想行不通，也能够直接的放弃重来。但动物的演化就不同了，动物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每次的基因突变都是偶然，没有经过设计，它们必须一代一代用自己的生命参与演化。突变的好，可以将基因延续下去；突变的不好，不止无法重来还可能直接面临死亡。作者认为，人类虽然不能够靠演化来飞行，但发明出各种飞行装置，反而是一条更有效率以及更安全的道路。在看这本书之前呢，我蛮羡慕那些能够飞行的动物，觉得它们可以在天空当中自由的翱翔，非常的酷，却很少想到这个自由自在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代价。比方说，为了获得飞行所需要的能量，这些动物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寻找食物。那人类呢，如果有翅膀，我们可能就要减少休闲娱乐啊，跟家人相处，把时间拿来吃饭跟整理羽毛。再来呢，人类为了要飞翅膀可能要很大，那我们的家也要跟着变很大。那如果买不起大房子，可能就要直接睡在户外。那我们一想到台湾超级炎热的夏天，就觉得说，骑车啊、搭飞机也很棒啊，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翅膀是没关系的。那我们觉得这个转念呢，其实也很适合应用到生活情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或能力，甚至会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这么幸运，很少会把这个光鲜亮丽背后的代价拿出来一起讨论。但如果把每个选择的取舍、成本、代价都摊开来深入的分析，我们或许呢就可以把羡慕的情绪转化成更贴近现实的动力，可能也比较就不会陷在不必要的期待跟压力里面了吧。另外，异想天开这本书除了刚刚提到的内容，还介绍了很多昆虫跟植物的飞行知识，以及各种人类的飞行装置，再搭配上精美的插图，读起来非常的轻松有趣。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找来看看哦。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曾经向往过飞行吗？如果可以，你想用什么方法飞呢？我希望可以像鸟一样拥有翅膀，自由自在的感觉一定很棒。我也想要体验像飞鼠那样子的滑翔，好像很有趣而且刺激。
，C 我还是想要搭飞机靠人造装置飞行还是比较安全。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人为何没有翅膀。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人类演化以及蟹化。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Regardez la diffu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de Chongqing. Oui 先使申办行动精彩5G HiNet 光时代指定方案，最高享 Hami Video 电视馆首年免费，精彩奥运大开眼界。